唐皇帝令，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河军10万由李靖总领，准备与草原18部决战。3年前渭水之盟的耻辱历历在目，如今3年之期已到，李世民终于等来了雪耻报仇的机会。他决心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他命大唐军神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滨州都督李世继为通漠道行军总管，灵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总共合军10万，由李靖总领讨伐突厥。随后，李靖身披盔甲，骑着战马来到三军阵前，做最后的战前鼓舞。随我打仗者都是英雄。我们要直趋武阳岭，不要希望粮草能跟上，不要希望能睡觉，沿途下马者斩！军令一下，李靖就率领大军冒着漫天风雪如闪电般突进。而此次作战沿用的便是霍去病的闪电战，实施大穿插的长途奔袭。与此同时，在长安的两仪殿内，李世民一边分析着传来的军情，一边不断琢磨着战局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天子，17岁便参军打仗的李世民恨不得亲自御驾亲征一雪突厥对大唐的屈辱。而当得知李靖的动向和意图时，这位天策上将也是瞬间了然于心。兵贵神速，李大将军一向如此。而另一边的竭力在得知李世民出兵准备来攻打自己后，这位突厥可汗却丝毫不慌。李世民一定以为我不行了，以为我会像婴儿一样哭泣，像女人一样扯自己的头发。不，我要在怒吼的风雪中畅饮甘露。来吧，宝贝儿，神灵保佑我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。这么多年来，突厥与大唐的纷争不断，可一直都是突厥占据上风。加上现在又有了赵德言这位军师来为他出谋划策，竭力自然不把唐军放在眼里。我在长安的朋友说，李靖在马邑郡已经逗留了1个多月了。赵德言认为唐军定是无法适应草原冰天雪地的环境，所以他让竭力可汗把心放到肚子里。然而竭力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此时李靖正率领3000骑兵精锐，冒着严寒率先从马邑抵达了武阳岭，而竭力可汗所在的基地正是位于武阳岭的正下方。由于一路的长途奔袭，李靖已经满头冰霜，而且胡须上凝结的冰块也在不停地晃动，这令他的动作变得笨拙迟缓。于是李靖毫不犹豫地用刀割断了自己心爱的胡子，随后带领3000精骑直接冲向了竭力的牙帐。而毫不知情的竭力由于听信赵德言的判断，此刻正在享受着美梦，直到手下的报告才让他回归现实。草原上唯一尊贵的，去！他们来了！谁来了？唐军！唐军？谁？唐军！唐军！竭力慌忙走出大帐查看情况。赵德言见袭来的唐军并没有多少，于是建议竭力立刻集合人马反攻，将他们吃掉。可尴尬的是，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竭力可汗，这次居然有了自己的主见。他认为李靖赶孤军深入，肯定有主力跟在后面。深陷于自我攻略的竭力可汗不再犹豫，骑上战马就带领大部队仓皇溃逃，扔下狗头军师赵德言在风中独自凌乱。马呢？马！冲啊，坏小子们！冲啊！此战李靖仅率3000人便攻破突厥大本营，并俘获了隋炀帝杨广之孙杨正道以及萧皇后。捷报传回长安后，李世民憋了3年的心结终于一扫而空。3000骑兵，3000骑兵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！终于拿下！历年的耻辱啊！一扫而光。而吃了败仗的竭力可汗便一路向着阴山逃亡，结果途经白道之时，又被在此埋伏的李世继所拦截。上马！等了你们1天1夜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冲啊！看着白花花的军功就在眼前，唐军每个将士都如下山猛虎般直奔突厥大军，而竭力只能带着人困马乏的军队仓促应战。这一场大战下来，突厥损失惨重，不敌的竭力只能带着剩余的部队再次溜之大吉。如今突厥各部已经被打得四散逃离，此时的竭力也已经失去与大唐抗衡的实力，于是他决定做2手准备，首先以投降大唐为借口拖延战事。草原各部只是被打散，但根基并未动摇。只要熬过寒冬，再次召集必将血洗大唐。而如果李世民不同意投降，那我就翻过沙漠投奔吐谷浑或者高昌，养精蓄锐，他日再报此仇。转眼竭力的使者指使司隶便来到长安向李世民请罪。俗话说3年河东3年河西，当指使司隶再一次踏入太极殿时，早已没了第一次的趾高气昂，有的只是跌进尘埃里的卑微。你们有麻烦了吗？陛下不知道吗？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呐，是陛下的将军们给我们的麻烦。陛下如果能够制止他们，我们的可汗愿意保卫唐朝的北方。对于这种空头支票，李世民是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竭力是什么人，李世民再清楚不过了。说为什么不投降？陛下，
我们的可汗说保卫唐朝的北方，其实就是投降的意思。这要看着竭力亲自到我面前投降。虽然竭力要投降，但大唐的内部还需要商议是否接受。魏征认为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之上者，既然突厥愿意投降，我们既可以减少牺牲和损失，又可以要求突厥给予我们赔偿，所以他认为可以接受投降。这次出兵到目前的地步，是将军们的胜利，并非是我们的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一举解决。要一举解决，我认为还是要再积累数年呐。魏征的话很有道理，但房玄龄却坚决不认可。他表示竭力这个人向来就不讲信用，投降恐怕只是他的缓兵之计，等他休养生息缓过劲来，他日必定还会卷土重来。与突厥常打交道的唐俭这时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他表示可以接受投降，但和的条件要苛刻，就像当初渭水之盟一样，让竭力赔到短时间内翻不了身。而李世民虽然想继续干突厥，但身为大唐天子的他要为整个大唐的子民负责。他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而让天下百姓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。一番权衡利弊后，李世民最终决定派鸿胪卿唐俭走一趟，让他先去看看突厥现在到了什么情况。然而，当和谈的消息传到前线后，却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。如今大唐军队好不容易将竭力逼入绝境，此时和谈无疑是给了突厥一个喘息和恢复的机会。如果和谈成了，岂不是便宜了竭力？李世继认为竭力虽然现在败了，但他的部众还是很多。倘若让他穿过瀚海、沙漠等春天草木再生，恢复了元气，那可就难办了。李靖更是直言不讳说道：“打到现在，将士立功只是2等，灭掉竭力，功为1等。将士争功，争1等，这是士气，气不可衰。我要为将士争功。”但张公瑾对此表示不妥，因为此刻的唐俭正在突厥大营与竭力谈判，要是我们大军杀过去，那唐俭怎么办呢？这正是韩信击破齐国的道理。一个鸿胪卿有什么可在乎？虽说李靖此举有点不道德，但唐俭此刻身处突厥大营，那竭力定然防范松懈，也正是我们最佳的出击机会。一想到牺牲唐俭一人为代价就能换来大唐边境的和平，众人纷纷觉得这笔买卖划得来。但眼下还有一个大问题，虽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可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命令擅自调动兵马等同谋反，如果平定草原18部是谋反的话，我就谋这个反了。不得不说，李靖还是很霸气的。毕竟人生在世，机会是有限的，遇到了不去搏一把，又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天选之子？于是李靖告诉众人，此战有功，大家一起领；如果有罪，我李靖一人背。既然李靖如此仗义，那大家还说什么？干就完了。听令！我率精锐骑兵1万人，携20日粮草，奔袭铁山，竭力一定逃往碛口。通告莫道新军总管，你还是用老办法，埋伏在碛口，你我合围。生擒竭力。